我为救女儿坠下山崖，重伤失忆，京城人人都以为我死了，魏彻也这么认为。我死后1年，他再娶新夫人，容貌性情都与我相似，他与魏彻举案相敬，连我的儿女都依赖他。我归家那日，魏彻护着泪眼朦胧的新夫人，对我冷眼相待。陆恒也是我明媒正娶进门的，断没有再给你让位的道理。我松了口气，失忆多年，我早已改嫁。我归家那日，魏彻告假来接我，他站在我2步之外，语气平淡，与我叙旧。令仪如今很像，不过他近日在沈学士的夫人那儿学画，故而不能及时赶来见，惩治他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你走时他年龄尚小，如今已不记得你一样。令仪是我的长女，承志是我的次子。我坠崖时，令仪3岁，承志只1岁。他可记得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提及孩子，我心底一片柔软。失忆的这5年间，魏彻续弦，我也在嫁，已没有什么回来的必要。只是我始终放不下一双儿女。魏彻的声音轻了下去，道：你应当也有耳闻，4年前我再娶。我侧过脸去看他，提及新夫人时，他神色温和，眉眼间有不易察觉的柔情。陆恒不比你，他晚你进门，出身不好，体弱胆小，若有什么错处，你多担待。字字句句都护着陆恒。我愣了片刻，低声道：我为何要为难他？他们伉俪情深，我也有夫君，若非孩子还在魏府，我不会回来。魏彻领着我穿过长廊，我看着眼前光景，微微出神。我与魏彻曾是青梅竹马，少年夫妻。他求娶我时，特地命人重新修筑了7恒院，将此处布置得清幽风雅，与我出嫁前的住处别无二致。如今已不见池边垂柳与庭前桃树。魏彻解释道：陆恒有喘疾，碰不得柳絮和花粉。原来7恒院是陆恒在住。我垂眸微微一笑道：自然是以他的身体为重。魏彻一愣，他看着我，皱了眉道：韩章，你变了许多。我随口应道：不好吗？他倏然笑了道：好，我还担心你容不下陆恒，如今看来你已有了容人的雅量。当初定情时，我便要他承诺，此生只我一妻，不得纳妾。那时他满口答应，说尽山盟海誓，未曾想这一生太短。成婚4年，我便意外坠崖，成了所有人眼中的魏彻亡妻。他续弦亦或是纳妾，本该与亡妻无关，但偏偏我活着回来了。原来他指的是这种容人。我蹙眉道：魏彻并非如此。话还未尽，便被人打断。长廊尽头，陆恒倚门而立，他因为掩面，轻声咳嗽道：是江姐姐回来了。魏彻大步上前，接过侍女手中的披风，为他披上。我犹豫片刻，碍于礼数，还是跟了上去。他毕竟抚养过令仪承志，如今他提及我，不好不理。他的样貌与我有6分像，柳眉杏眼，眼尾却微微下垂，透露出几分无辜与脆弱。见我过去，他低眉顺目，朝着我扶了扶身。身边的侍女捧着漆盘，漆盘上放着2盏茶，热气氤氲。他捧起茶盏，往我这边送道：给姐姐敬茶。我没有接，温声道：这些礼数就不用了，你也不必如此，毕竟你是他的正妻。陆恒抬眼看我，下一刻倏然失手打翻茶盏，白瓷碎裂，滚烫的茶汤尽数浇在了他的手背上。他将手收回袖中，结语轻颤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哽咽道：姐姐不愿接，是怨我占了这正妻之位吗？站在他身后的魏彻大步上前，捉住他的手，原先白皙的手背通红一片。魏彻吩咐下人道：去端盆冷水来。吩咐完下人，他才看我，满眼愠怒道：我竟不知你如今变得如此恶毒。他言语中极尽嘲讽道：也是，你流落在外多年，不学些手段，恐怕也活不下去吧。句句带刺，毫不留情地戳我的痛处。我攥紧了衣袖，冷冷地看他道：那茶不是我倒的。随行的侍女朱锦去端来了漆盘上的另一盏茶，我接过，扬手重重地砸向了他道：这才是。魏彻，慎言。他揽着陆恒躲闪过去，衣摆还是被茶汤溅湿。他眼眸森然，嗓音里有压不住的怒气道：你简直不可理喻。他转身带着陆恒进了屋子，将我拒之门外。我深呼吸，冷静下来后更担心一双儿女，陆恒不知会如何教养他们。思及此，我吩咐朱锦道：去向西席告个假，将2公子带来。我坐在凉亭中等承志，不出1刻钟，承志来了。他梳了2个发髻，婴儿肥尚未减去，轮廓中已有了些魏彻的影子，神色中却无半点高兴，倒要朱锦先提醒他道：二公子，这是您的生母。他垂下头，不情不愿地唤了一声母亲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泪溅湿了眼眶。我离去时，他只有1岁，尚在襁褓之中，如今长得这么大了。我颤抖着手触碰他的脸颊，他躲开了。我收回手，并不气恼道：这些年
你父亲与陆夫人待你如何？他道，父亲忙着升迁，事务繁忙，鲜少管我，但陆夫人待我极好，记得我的喜好，每日备好吃食，连教我的先生也是他亲自聘请的。提及陆恒，他眼眸清亮，我心底酸涩，但至少陆恒未曾让他受委屈。我勉强的笑了笑。他抬眸看我道，可是母亲，您为何要回来呢？我唇边的笑僵住了。他未曾察觉，继续道，陆夫人该如何自处呢？我压下心底的情绪，平静道，她是你父亲的妻子，这点不会改变。他又问道，那母亲呢？我道，我也另嫁他人，但我始终记挂着你和令仪，此番回来也是想问问你。话还未说完，程志以错愕的看向我，迫不及待的打断了我的话道，另嫁他人？我颔首。他怒不可遏，瞪大了眼眸道，母亲在外多年，不知如何活下来，名声早已坏了，又能嫁给谁？愿意娶你的人，又怎配担着我继父的名头？魏彻说的对，程志并不认我了，他也让我感到陌生至极。我盯着他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端倪，道，这番话是谁教你的？他只是死死地抿着唇，并不说话。我心下已有了答案，失望道，如今我回来了，能亲自教养你，也是该给你换个先生了。程志皱眉道，母亲既已另嫁他人，又怎能插手魏府的事？与他说了几句，我便知晓，他被教坏了，如今迂腐，固执己见。但念及我未曾亲自教养过他，我还是有些心软。日后你若后悔了，便来找我，作为你的生母，我会帮你一次，不过亦有条件。程志犹豫再三，还是接下。我有些不敢见令仪了，一个人在亭子里坐了许久，心渐渐沉了下去。直到朱瑾对我道，王妃，王爷给沈府那边递了信，大小姐估摸着就快回来了。接近日落时，令仪回来了，她第一时间便来见我，提着裙摆奔来时，身上还带着墨香道，母亲。我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，她埋头在我的衣襟，泪不停地落下来道，母亲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害死了你。我的心一紧，忙拿出帕子捧着她的脸，将她脸颊边的泪拭去道，令仪不哭，害我坠崖的是刺客，不是你。那年魏彻战队三皇子，用尽手段，树敌无数。我们去山寺上香时，被刺客刺杀。为了保护令仪，我换上了魏彻的外袍，引开刺客。逃命途中不幸坠落山崖，重伤失忆，辗转到了青州，与齐王薛航相识。我安慰令仪一番，他拿出一张宣纸给我看，笔触虽还稚嫩，却能看出画的是我。他刚哭过，嗓音闷闷的道，这是赵夫人教我画的，画的是母亲。沈学士的夫人赵婉云是我当年的好友，4年前魏彻续弦，同年另一拜赵婉云为师，向她学画，也时常住在沈府。我仔细地看着画，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他却低落道，陆夫人说我画得不好，她说我贵为父亲的长女，无需学这些。可是赵夫人与我说，母亲当年书画冠绝京城，我想多像母亲一些。我笑道，对于这个年纪而言，你画的已经足够好。这话并非完全是安慰。令仪终于笑了，水汪汪的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我小心询问道，我已再嫁，令仪，你是否愿意离开魏府，随我去青州？他重重地点了几下头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弯唇道，那便好，我派人替你收拾行李，过几日离开。天色渐暗，朱瑾在前头掌灯，我牵着令仪缓缓向外走。他与我说了很多事，说魏彻为了让他和程志点头，特意寻来了与我相像的女子，说陆恒几乎从不约束他，却也不愿意他学任何东西。令仪仰头看着我，眸光清凌凌的道，可是陆夫人自己却一直在学书画，学掌家。陆恒并不是那种愚昧古板的人，他什么都懂。我明白他的用意，不自觉捏紧了手。没走几步，又遇见了最不想见的人。魏彻站在廊下，眉眼在灯笼的映照下泛明半暗道，陆恒不计前嫌，已命人将西院收拾了出来，你今晚便住那吧。西院已经久不住人了。我皱眉道，我不会留在魏府。魏彻冷笑，语气强硬道，你不留在魏府还能去哪儿？你江寒章是我的发妻，上魏府督府，你回来了又走，将两家的颜面往哪搁？令仪适时扯了扯我的衣袂，扬手道，母亲，我们不是要去青州吗？我没有理会魏彻，低头笑道，是，去青州。魏彻的音量骤然提高道，青州。他盯着我良久，像是想明白了什么，唇角微翘，带着嘲讽道，你想以此胁迫我，以退为进，陆恒也是我明媒正娶进门的，断没有再给你让位的道理。他如此笃定，我不能离了他。我几乎要笑出声，笑魏彻，也笑自己。
与他成婚5年，竟不知他是这样的人。我淡淡道：我的夫君在青州。魏彻的神情一滞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嘴唇微张，半晌才开口道：你在青州嫁了人？我颔首，牵着令仪从他身侧走过去道：如今你我各自婚嫁，不再相干。衣角倏然被拉住，魏彻的手暗自用力，险些撕裂衣帛。他再没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几乎是咬牙切齿道：我不信，我如今是天子近臣，官居吏部侍郎，你舍得这荣华富贵？青州与你年纪相仿的官吏皆在7品以下，你当真愿意随他吃苦？说到最后，他语气渐弱，几乎要哽咽。我转过头，不愿再看他道：魏彻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只在乎他这个人。魏彻不肯松手，他眼睛有些红了，脸色却愈发阴沉道：那令仪和承志呢？你也不在乎了？令仪握紧我的手指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我道：令仪自然跟我走，至于承志……我的眼眸暗了暗道：他不愿认我，就随他去吧，我给他留了后路，也算仁至义尽了。魏彻还想拦我，我短暂地松开令仪的手，拿出匕首，割断了那截衣袍。暗卫从天而降，将剑横在他身前，让他不能再靠近半步。他被迫止步，犹不甘心道：令仪他到底姓魏？我牵上令仪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道：往后就不姓魏了。我带着令仪回了江府，薛航近日都宿在宫中，与陛下议事，我也正好多陪陪爹娘。令仪累了一日，早早的便睡下了。我点了盏灯，提笔算账。留在魏府的嫁妆是一笔难算的账，我很晚才歇下。次日清早，我带了几辆马车与数十家丁去了魏府。毫不避忍，陆恒急匆匆地赶来时，江家的嬷嬷正拿着嫁妆单子清点从魏府中抬出的物件。她满目讶异，焦急地往我跟前凑道：姐姐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夫君并未与姐姐和离，姐姐竟这么急着要与魏府划清界限。我看着她，舒耳一笑道：听说魏彻当年娶你时也是有3书6礼8抬大轿。陆恒怔了一瞬，双颊上有一抹红霞道：是。我道：你已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我朝没有平妻一说，他既已娶你，便与我再无干系。陆恒低下头，眸光闪了闪，他抬手抓住了我的衣摆，竟要跪下去道：原来姐姐是介意此事，陆恒甘愿为妾，为姐姐让位。我着实不明白，他要魏彻贬妻为妾，岂不是主动将他的把柄送出去？我有些嫌恶，重重地拍开他的手。他狼狈地向后倒去，抬起湿漉漉的眼眸望向我身后，鬓发凌乱，也楚楚动人。我知道魏彻来了，但他并未扶他，只是走至我身前，站定。魏彻的面容憔悴又苍白，眼下一片青黑，像是一夜未睡，道：我已查过，你回京时坐的并非江家的马车，马车的规格极高，非常人能坐。你在青州时是一介孤女，那马车只可能是……他顿了顿，双眸暗淡道：你口中那位夫婿的，但青州有这等地位的人，皆已娶妻，莫非你自甘堕落，为人妾室，还是……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为人外事，纳妾也是要文书的，他自然能查到。相识相知10多年，他竟如此揣测我，我心底积压的怒意燃烧起来，顺手拿起嬷嬷搁在一边的算盘，朝他砸去。魏彻挨了这一下，吃痛的闷哼一声。他捂着肩膀，额角已是冷汗涔涔。陆恒惊呼一声，抬头瞪着我，目中满是恨意道：夫君乃朝廷命官，你岂敢？我指着魏彻，手因为恼怒微微颤抖道：他出言不逊，意图污我名节，这又该如何算？正对这时，魏承志从人群中跑出来，他仰头直直地看着我，朗声问道：难道爹说错了吗？除了为妾，你还有什么去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对这个儿子已毫无怜爱道：魏承志，跪下！朱瑾上前压着他，强迫他跪下。他动作算不得温柔，承志痛得皱眉。他很犟，仍梗着脖子问道：我凭什么跪你？我的声音毫无波澜道：第一，我是你的生母，我为母，你为子，你该跪我。第二，我是齐王妃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，你该跪我。我并不愿意借薛航的权势压人，所以回京时我带的人很少，也未曾言明自己的身份。魏彻久久地盯着我，似是不敢置信。承志愣住了，他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半个字。唯有陆恒在侍女的搀扶下站起身，镇定地看着我，唇边温婉的笑意不减道：齐王妃乃是武阳县主，才貌双全，身份尊贵，与齐王殿下佳偶天成，岂是姐姐能冒充的？在场的没有外人，姐姐若现在改口，此事定不会传出去。魏彻如梦方醒，再次开口，嗓音沙哑道：且不说你如何入得了王府的门，齐王乃天皇贵胄，要什么样的人没有？
怎会选一个来历不明且长他3岁的妇人？朱瑾没忍住，笑出了声道：事到如今，魏大人还要自欺欺人，我不愿一直自证，也不想徒增麻烦，懒得与他争辩道：他不会像你这般眼盲心瞎。嬷嬷已清点好我的嫁妆，指挥着家丁抬出去。我跨过门槛，不顾身后的吵闹，程志大概已明白了什么，跌跌撞撞地追上来，犹豫道：母亲，你当真要走？我回眸瞥了一眼陆恒道：你的母亲好端端地站在那儿。他哽住，我登上马车，再不回头。我不想与外人说道。薛航对我从来无关乎年龄身份。我初到青州时，便卖了仅剩的一只耳当，买了纸墨，以卖画为生。刺史夫人见了我的画，对我万分赏识，力排众议让我入府，教授府中的千金公子。次年文人雅集，二公子一幅画名动青州，得齐王召见。也是在同一日，齐王要见我。那时我脸上因坠牙受伤的疤痕还未消去，只得戴着面纱。薛航坐在上首，矫若玉树。他缓缓转动着手上的玉扳指，低声询问道：你是从何人？我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只能以无师自通含糊地答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却并未多言，而后起身，亲自拿了一幅残缺的画卷给我看道：你能否临摹此画，画一幅完整的？那幅画的笔触极为熟悉，比我如今略显稚嫩。我斟酌道：可以，不过得费些时日了。于是我入了齐王府，成了画师。其实那画我2日便可画完，不过拖得越久，利银拿得越多。薛航倒也不急，他偶尔来看画，顺带与我说几句道：你无需着急，他天赋异禀，你临得慢一些也是情理之中。时日久了，我也敢大胆出声问道：殿下是从何处得到的画？薛航眼眸暗淡道：向母后讨要得的。我了然，京中的事情我一概不知，他也便放心地告诉了我道：文定23年，母后寿宴，邀各家命妇千金入宫，他也在其中，献上此画。我看像画的落款，贾陈孟东。我喃喃道：他是？薛航道：倾慕之人，比起爱慕更多敬仰。薛航乐意与我诉说。入夜，我执笔作画。他坐在庭院的石凳上，披了一身月光，小口地抿着杯中酒道：其实我只见过他几次，只是隔着珠帘一见。他眉目不清晰，却已恍若天人，我听得入神。薛航放下酒杯，蹙眉道：你已经磨了半个时辰的墨了。只是几件小事，他却也反复地说了半个时辰，但我不敢顶嘴，迅速拿起笔。薛航沉默片刻，许久，才轻声道：文定24年，他成亲了，在我到封地的前1年。哎，他若幸福便罢了。我等着他继续往下说，他却安静下来，片刻后放下手，佯装恼怒地看向我道：快画。3月后，我脸上的伤彻底痊愈，将临好的画交给薛航时，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，眸中似有情绪万千道：你是青州人？我道：不是。他没有再问，只是笑了笑道：哦，刺史家的2公子不日便要进京赶考，3小姐也已到了定亲的时候。薛航问道：你可愿留在王府？王府安定。薛航又出手阔绰。我垂手答道：自然是愿意的。半月后，薛航找回了我当初变卖的耳当交给我。他来见我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但许多时候都只是一言不发，静静地看着我作画。我偶尔抬头与他对视，他反倒慌乱地错开眼神。我有些想笑，不知为何有了逗弄他的胆子，在纸上画了几笔，勾勒出他的模样道：殿下看看。他走近看画，认的是自己，耳根一霎间就红了。又朝夕相处半年，薛航加冠，京中的赏赐如流水般送进了青州。赏赐之外，还有一封催他成亲的密信。他收下信，几日后便面红耳赤的来与我诉了衷情。我思虑太多，考虑了整整1个月才答应他。后来青州刺史收我为义女，太后降下懿旨封我为县主，我风风光光的与薛航成了亲。薛航为我请了许多名医，但我直至婚后3年才恢复记忆。他得知我恢复记忆后，推掉了大半事务来陪我。我头痛欲裂，不愿说话。他红了眼眶，将姿态放到极低道：韩章，你会不会怨我？魏彻护不住你，害你坠牙，我怎会放任你回到他身边？魏彻已续弦，他甚至不愿为你守身。我等了你很多年，我比他好。他的手在轻轻颤抖。我摩挲了一下摘下的耳当，恢复记忆之后，我立刻就想到了这只耳当。我出嫁前得了皇后赏赐，御赐的珠宝华贵耀眼，我只有成亲与赴宴时会戴，唯有其中一对珍珠耳当最衬我。我几乎从不离身，那是薛航暗自给我的天装。他早凭那只耳当认出了我，只是一直不说。他垂眸道：赠你耳当时，我尚年少，没有什么隐隐心思，只盼明月一直皎洁。明月照我之后，我便不肯放手了。我默了默，握住他的手，声音沙哑道：我没有怨你，
只是头有些疼。不过京城我还是会回的，不为魏彻，为我的爹娘与儿女。薛航的眼眸终于亮了起来，道：好，半月后恰巧是万寿节，我带你回京。万寿节在3日后，赴完这次宴，我便要带着令仪回青州。在此之前，我派人去查了陆恒，她是太常寺卿的妖女，从小就在江南养病，直至及笄后才被接回京中。后来又对魏彻芳心暗许，她原先偏爱艳色，又善抚琴，为了魏彻，才处处模仿我，改穿素衣，开始学书画。人人都道她对魏彻一片痴心，为了嫁给魏彻，甚至放低姿态讨好他的儿女。出身清贵又花容月貌的少女，为他做到如此地步，他自然受用。可是魏彻，他哪里值得？思及此，我低眉，吩咐手下道：将我的密信送去魏府，务必亲自交给魏彻。我手上有不少魏彻的把柄。只一天，魏彻便将令仪从族谱除名。魏彻送了回信过来，我未曾拆开，直接将它悬在蜡烛上烧了。信纸燃尽时，下人禀报道：姑爷回来了。薛航不喜欢江府的人称他为王爷，而是更喜欢众人唤他姑爷。他在我身侧坐下，指尖轻轻挑起我垂落的发丝，挽至耳后道：我不在时，魏彻为难你了。我颔首道：他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也用算盘砸了他6斤重的紫檀算盘。薛航失笑道：他不敬王妃，你大可治他的罪。我道：他到底是陛下的近臣，正得器重，我不愿让你难做。天家没有那么多兄弟情深。薛航虽是陛下胞弟，但自小受宠，又得了广袤富庶的封地，再承之魏彻，难免让人多心。薛航明亮的眼一弯道：你向来考虑周全，不过魏彻自是有从龙之功，办事有些不合规矩，皇兄早已有意敲打他，无需多虑。他轻身来吻我，手搁在我的腰间，我轻轻推了他一把道：令仪在隔壁呢。1日后的宫宴，陛下宴请重臣及家眷，令仪如今随我姓江，与我一道。我亲自为他挑了衣裳，梳好发髻，簪上精巧华丽的蜻蜓小叉。他怔怔地对着铜镜中的自己，眼睛又红了一圈。5年前我们失散那日，他的发髻也是我亲手梳的。我俯身为他贴上花钿，柔声道：好了，娘再不会离开你了，莫哭。他弯了弯唇。我和令仪与薛航同乘，马车在宫门口停下，薛航先下了车，而后对我伸出手，我一手微微提起裙摆，一手搭着他，下了马车。我站稳了，再去将令仪抱下来，抬眼时正见魏彻直勾勾地望过来，眉峰压紧，瞳孔微颤，目光中似有震惊与不甘。薛航扶着我，冷冷地看过去，沉声警告道：魏大人。魏彻这才躬身长揖，垂首道：拜见殿下。王妃，是臣失礼了。手背的青筋隐隐凸显，陆恒站在他身后，随他行礼。他始终低着头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薛航没应声，魏彻只能维持着行礼的姿态，一动不动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淡淡地说了句：免礼。魏彻抬头又朝我身后看去，他在等令仪向他问安。令仪只是偏过头，并不看他。他从前对令仪诸多忽视，令仪很多时候都住在神府，如今他的名字已从魏家族谱上除去，他自然不想再认他。魏彻皱眉，正想开口，薛航已弯下腰，轻声与令仪嘱咐道：等会儿皇后娘娘与太后娘娘都要见你，切莫紧张，他们都是很好相与的人。令仪对他扬起一个笑。我牵着令仪，薛航牵着我，沿着长长的公道走去，与身后的人距离愈来愈远。薛航道：倒也真是不巧，今日宫门偶遇，只是受了他的简礼，若逢大典，他该跪你。他想让我出气，我抿唇一笑，握紧他的手。宫宴分席，薛航在外朝大殿，我与令仪在内廷。赵品阶，我也恰好坐在太后近侧。太后与我说了许多，提几话道：阿航少时便对你十分仰慕，他能娶到你，也算是老天眷顾了。说到最后，又将话头引到了子嗣上道：阿航今年已20有3了，膝下还没有子嗣，让我始终放心不下。他含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面红耳赤，含含糊糊地低声道：你在调理身子了。太后又将目光落在令仪身上道：这是你的女儿，乖巧可爱，倒是像极了你。他照令仪过去，说了一会儿话，令仪乖巧的视力在侧，时不时为他斟酒。太后颇为满意道：既是齐王妃的女儿，便封为县主吧。我拉着令仪欢喜地跪下谢恩。宫宴结束后，薛航在外等我，月色如流水般躺在他身上，沉静温和。我内心有些雀跃，又碍于礼数，小步朝他跑去道：令仪被太后封为县主了。他上前迎我，将我的手拢入掌心，又低眉看着令仪道：还不够，他要做郡主，往后我的封地也有他一份。我有些诧异的抬眼，他只是笑道：母后爱屋及乌，我自然也是。宫宴过后，我将启程回青州，带回来的嫁妆诸多，
我雇了几艘船运走，毕竟这些往后都是要留给令仪的。魏承志得知令仪受封县主，在府上发了一通脾气。魏彻没有爵位可以传给他，如今他见到亲姐姐，还得行大礼，他心中自然不平。临行时，他特地赶来见我。侍卫只知他也是我的子嗣，并不知魏府中发生了什么，还是放他进来了。魏彻自然也来了，不过被拦在外头。承志这次跪得很快，他红了眼眶，声声哽咽道：“母亲，我知错了。”朱瑾提醒道：“魏公子该称王妃。”我不想问他错在哪里，他聪慧过人，自然已经打好了讣稿。我直接道：“当初我赠你一块玉佩，你如今要用它吗？”承志一愣，显然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想要的爵位我给不了，但姜氏可以给他助力，凭他的能力与家世，未来做个县侯不在话下。我并不着急，随手翻开书卷看起来。他垂着头，思忖半晌，低声道：“不用了，王妃。”我颔首道：“那你退下吧。”他仓皇的行礼告退，神色中有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狼狈与难堪。薛航一回青州，便又上书京城，为令仪请封郡主。令仪只是他的妓女，此事艰难，他却在上书中言明，令仪的岁禄皆从青州出。陛下很快批准，封令仪为郡主。在听到魏家的消息时，魏彻已下了狱，而我在王府养胎。我毫不意外，其中大抵也有陆恒的手笔。他看似对魏彻一往情深，实则处处坑害他，教坏他的子嗣，意图让他背上贬妻为妾的骂名，又暗示他我冒充王妃。他心思缜密，却如此行事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傍晚，薛航回府，我向他询问此事，他道他的事有些复杂，一时道难讲清。魏彻作为吏部侍郎，提拔了部分魏家旁支，他提拔的那位办事不力，于是他因滥举被治了罪。此事可大可小，陛下顾念旧情，只想敲打他一番，停职反省几日便过去了。但查办此案的官员又搜出了他卖官鬻爵的证据，人是魏彻依规提拔的，钱是陆恒收的。魏彻气得七窍生烟，与陆恒对峙，他却落下泪来，坚持说此事魏彻也知情。至此，魏彻在狱中受了杖刑，又被免官，成了平民。他受了20杖，往后的日子也只能仰仗陆恒了。因为收的钱财不多，陛下宽仁，未禁止魏承志科考，但他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了。3日后，我收到了一枚玉佩，正是我当初赠与承志的。他大抵也不知该怎么办了，一个要求也没提。我不能随意回京，只能先寄信回江府，拜托爹娘照拂魏承志，无需多费心，只要让他吃饱穿暖，不至于无家可归。更多的是得等我回京再做了。10月怀胎，我生下一女，取名永熙。永熙出生不久后，便被封为郡主。太后记挂着永熙，时时写信来催薛航带我们回京。不过永熙尚在襁褓中，经不起舟车劳顿，此事一直拖到他满1岁。回京后，我先带永熙去拜见了太后，才去看承志。承志被送进了私塾，他出类拔萃，但因父亲的缘故，时时受到排挤，无人愿与他为伍。他瘦了许多，脸上的婴儿肥已完全褪去，神色恹恹的。见到我，他才勉强笑了一下，行了大礼道：“见过王妃。”我道：“我为你聘请了一位先生，你往后可以跟着他学习，不必再待在私塾了。我也给你留了足够的钱财，够你衣食无忧之弱冠之年了。不过钱财都在先生手中，你不得提前支取。”他眼眸一亮，而后又微微低下了头，问道：“王妃当年说的要求是什么？”我起初只想让他离开魏家，在魏家的族谱上除名，但如今已没什么必要。我思忖道：“不要轻易原谅魏彻，他作为魏承志生父，在我不在时，最该负养育之责，他却不管不顾，承志成了如今的模样，是他的罪过。”承志长揖应了下来，他一直不抬眼，我看不透他，也不知他是否会信守承诺。无所谓了，读书人重孝道，他不敬生母，已然没了好名声，又被魏彻牵连，如今这个境地，更是举步维艰。日后我们大概很难再见了。回江府看望爹娘时，我又遇上了魏彻，听闻他近日一直守在江府附近，还被侍卫驱赶了几次。他受刑后一直没得到好好医治，如今成了跛足之人。我回府时，他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，鬓发凌乱，双目通红，几乎要扑倒在我的脚边。侍卫的剑刃已抵上他的脖颈，他倏然对我喊道：“我是被冤枉的，陆恒不是陆恒。”我脚步一顿，魏彻看了看我身边的侍卫，示意我平退旁人。我道：“无妨，你已经落魄至此了，旁人还能怎么害你？”魏彻咬牙道：“此事能让我罪加一等。”我起了兴趣，令人将他绑进屋里，确保他再动弹不得，才平退众人。听他说，魏彻道：“陆恒是李尚书之女，当年李尚书战队2皇子，我为助陛下夺嫡，诬陷了他，致使他举家流放。陆恒在流放途中被人救下，
不知怎么竟成了太常四卿之女。我未曾卖官鬻爵，是他为了复仇构陷我。我听完，只是淡淡道：我不可能帮你，也帮不了你。你想将卖官鬻爵的罪名换成勾结罪臣之女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们夫妻一体。他闭了闭眼，面色灰白道：我自知不能再平反，那他离间你与程志，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一拍书案，目光冷冽道：你才是魏承志的生父，这一切都在你的默许之下。来人，送他出去。魏彻被侍卫粗暴地带了出去，来接他的是陆恒，他们大抵还要互相折磨很久，不过从此都与我不复相见了。我每年在京城的日子并不多，人人都知道我已与魏彻决裂，他与魏承志的消息再传不到我耳边。我安心的抚养令仪，弥补与他缺失的5年。永熙小令仪9岁，令仪对他也多加疼爱。永熙刚会走路，就扶着墙跟在令仪身后，磕磕绊绊的叫他姐姐。日子过得美满。几年后，陛下削了几位亲王的封地，唯独没动薛航。薛航以请旨，让永熙与令仪继承他的封地。他们既享岁禄，又有部分实权。不过这一切的殊荣，直到他们这一代了。陛下欣然恩准。令仪见过我与魏彻的前车之鉴，不肯婚嫁，我由他去了。他贵为郡主，没什么需要发愁的事，不必再找个男人来自寻烦恼。永熙倒是有个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我也没有过多干涉。永熙一直被令仪与薛航娇惯着，虽识大体，却也受不得委屈，又是宗室女，无人敢欺负她。她中意的那人，薛航也见过几次。薛航虽不愿说什么好话，却也道他品性不错，我这才放了心。承志24岁那年中了2甲进士，几个月后被任命为知县。他赴任途中经过青州，恰逢冬至，便依礼至王府门外头铁贺节。令仪见他只身一人，对这个弟弟心生怜悯，召见了他。他对着令仪痛哭了一场。令仪后来与我说，他对魏彻有怨，不愿再给他好脸色看。有人便挑了他的错处，说他不孝。是以他童年的进士，有的进了翰林院，有的做了京官，唯独他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做知县。我听完只是道，这个结果已够好了，至少还是个7品官员。令仪笑了笑，不再提他。日暮点灯，厨房早已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馄饨。永熙去关上门，坐在令仪身边，絮絮与他讲近日的事道。谢望庭昨日送了我红豆手串，他这又是何意？令仪拖着下巴道，我也不明白，难道说？永熙迟钝，令仪又鲜少与男子接触，他们怕是想一天都想不明白。薛航黑着脸道，他那是相思了。永熙一霎间就红了脸，埋下头。我忍俊不禁，今日夜长，可以慢聊彻夜，只盼明日冬至阳生，春又来。我看着永熙泛红的耳尖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薛航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却满是纵容。令仪伸手捏了捏永熙的脸颊，语气带着促狭道，谢望庭那小子昨日还来寻我打听你的喜好。永熙的脸更红了，把头埋进碗里，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道，姐姐莫要取笑我。我舀了一勺热汤递到永熙手边道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谢望庭品性端正，家世清白，与你倒是般配。薛航放下筷子，面色依旧沉郁道，他年纪轻轻，性子却太过跳脱，恐难担起责任。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永熙，便笑着打圆场道，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琢磨便是，你我当年不也是这般过来的？薛航的耳根微微泛红，不再言语。窗外的雪簌簌落下，屋内的暖炉烧得正旺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满室都是馄饨的香气。第2日清晨，我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。王妃，沈学士府的赵夫人遣人送来了帖子。我接过拜帖，指尖划过烫金的字迹。赵婉云是我年少时的挚友，这些年虽不常见面，情谊却未曾消减。他在帖子里说，沈府的梅园开得正好，邀我与令仪一同赏梅。我笑着应下，转头去看身侧的薛航，他早已醒了，正支着脑袋看我道，既想去，便去便是，我让暗卫跟着你们，保你们周全。我点头应下，起身梳洗。令仪得知要去见赵婉云，欢喜的不行。他早早便换好了衣裳，头上簪着一只红梅簪子，那是去年我寻来的，衬得他肤白胜雪。马车行至沈府门口时，赵婉云已在门前等候。她穿了一身素色的被子，眉眼依旧温婉。见到我，她快步上前，握住了我的手道，韩章，你可算来了。我回握住她的手，笑意盈盈道，许久未见，你倒是越发年轻了。赵婉云嗔怪地看了我一眼道，就会贫嘴。她引着我与令仪往里走，穿过一道抄手游廊，便到了梅园。梅花开得正盛，粉的白的开了满满一园子。令仪兴奋地跑到树下，伸手去接飘落的花瓣。赵婉云看着他的背影，叹了口气道，这孩子这些年苦了他了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心中微微发酸道，都过去了，如今他过得很好。
赵婉云点头，转而看向我道：“魏彻的事，我听说了，他如今赋闲在家，被陆恒拿捏得死死的。”我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热茶道：“那是他咎由自取。”赵婉云又道：“陆恒的身份终究是瞒不住的。李尚书当年的旧部，近日似有异动。”我心中一动，陆恒的复仇，怕是不止于此。正说着，沈学士陪着程志走了进来。程志穿着一身青布长衫，身形清瘦。他见到我，立刻上前行礼道：“见过王妃。”我颔首示意，让他起身问道：“你怎会在此？”程志垂眸道：“沈学士是我恩师，今日特来拜访。”沈学士笑着接口道：“程志这孩子勤勉好学，是块好料子，只是可惜碍于家事，难以施展抱负。”我看着程志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虽是魏彻的儿子，却也无辜。我问道：“你如今在知县任上，做得如何？”程志抬眼，目光中带着几分恳切道：“一切安好，只是县中常有水患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我想修一条堤坝，奈何囊中羞涩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我沉吟片刻，轻舟复述，拨些银两出来，倒也不是难事。我道：“此事我会放在心上，你且回去安心做事，莫要辜负了百姓的期望。”程志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对着我深深意义道：“谢王妃恩典。”从沈府回来后，我便召来青州的布政使，我将程志的困境说与他听，命他拨出一笔银两，送往程志任职的县城。布政使不敢怠慢，连连应下。薛航得知此事后，并未反对道：“你既想帮他，便帮吧，只是人心隔肚皮，须得留个心眼。”我知道他是担心我，便笑着点头道：“我自有分寸。”转眼便到了年关，青州城内张灯结彩，处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谢望亭遣人送来了许多年货，还有一只亲手雕刻的木簪，木簪上刻着一朵并蒂莲，做工精致。永熙捧着木簪，脸上满是笑意。我看着他的模样，心中安定。这孩子终是找到了自己的良人。除夕那日，王府里摆了团圆宴，令仪亲自下厨，做了几道拿手的菜。永熙坐在我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。薛航看着我们，眉眼间满是温柔。夜深人静时，我与薛航并肩站在廊下，雪又开始下了，落在我们的肩头。薛航转头看我，声音低沉道：“还记得我们出狱时的模样吗？”我忍不住笑了道：“记得，你戴着面纱，坐在窗边作画，像个误入凡尘的仙子。”薛航点头，伸手将我揽入怀中道：“从见你第一眼起，我便知道你是我此生的归宿。”我靠在他的胸膛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。此生得此一人，夫复何求？开春之后，谢望亭便上门提亲了。他穿着一身大红的衣裳，带着丰厚的聘礼，跪在薛航面前。他道：“晚辈新阅永熙郡主已久，恳请王爷成全。”薛航看着他，面色依旧严肃道：“你可知娶了她，便要护她一生一世？”谢望亭朗声道：“晚辈此生唯永熙郡主一人而已。”薛航沉默片刻，终是点了头。永熙站在屏风后，早已泣不成声。婚期定在3月初3。那日，青州城内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永熙穿着大红的嫁衣，坐在花轿里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令仪扶着我，眼眶也是红红的道：“妹妹嫁了人，往后王府里便只剩我们了。”我拍了拍他的手道：“傻孩子，她只是出嫁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薛航站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道：“等永熙安定下来，我们便去江南走走。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看江南的烟雨吗？”我心中一暖，用力点头。永熙出嫁后，王府里确实清静了不少。令仪每日练字作画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我偶尔会收到程志的书信，信中说堤坝已经动工，百姓们都十分感激。他还说县中今年风调雨顺，庄稼收成极好。我看着信上的字迹，心中欣慰，这孩子终是走上了正途。入夏之后，江南的雨季便来了。薛航兑现了承诺，带着我与令仪南下。我们坐着画舫，顺着河流缓缓而下，两岸的青山绿水，看得人目不暇接。令仪拿着纸笔，将沿途的风光一一画下。我靠在薛航的肩头，听着船桨划过水面的声音道：“这样的日子真好。”薛航低头，在我额上印下一个吻道：“只要你喜欢，我们可以一直这样。”翌日，我们的画舫行至一处小镇，小镇依水而建，民风淳朴。我们弃船登岸，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着。突然，令仪指着前方，惊呼出声道：“母亲，你看！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人穿着粗布衣裳，正提着水桶在河边洗衣，是陆恒。他的头发花白了不少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再也不见当年的楚楚动人。魏彻拄着拐杖站在一旁，帮他拧着衣裳，两人的动作十分默契，却都没有说话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。赵婉云说的没错，陆恒的身份终究是瞒不住的。
李尚书的旧部找到他后，本想拥立他为主，重振旗鼓，可陆恒却拒绝了。他说他累了，复仇的火焰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搓磨中渐渐熄灭。魏彻被他害得身败名裂，却未曾怪过他。他说当年之事本就是他有错在先。两人就这样在这江南小镇过起了平淡的日子。我没有上前打扰，只是静静地看了片刻，然后牵着令仪的手转身离开。有些恩怨到了最后不过是一场空。从江南回来后，令仪的画技越发精湛了。他的一幅《江南烟雨图》被送入宫中，深得太后喜爱。太后下旨赏了他许多珍宝，令仪却不甚在意。他依旧每日练字作画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有人曾上门提亲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我问他为何不愿嫁人，他笑着摇头道：一人自在，何必为了世俗的眼光委屈自己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中释然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开心便好。承志在知县任上一干便是5年，5年间他兢兢业业，造福一方，百姓们都十分爱戴他，称他为魏青天。后来他因政绩卓著，被擢升为知府。赴任前，他特地来到青州向我辞行。他跪在我面前，磕了3个响头道：若无王妃当年的相助，便没有今日的魏承志，此恩此德，每齿难忘。我扶起他，看着他眼中的真诚道：你能有今日，皆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往后为官，切记要清正廉明，莫要辜负了百姓的信任。承志郑重地点头道：臣谨记王妃教诲。又过了几年，永熙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小家伙粉雕玉琢，十分可爱。我与薛航专程赶去探望，永熙抱着孩子，笑得眉眼弯弯。谢望亭站在一旁，忙前忙后，一脸的宠溺。看着他们幸福的模样，我心中满是欢喜。岁月如梭，转眼便是10年。这10年间，青州愈发富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薛航的身体依旧康健，每日陪着我看花开花落。令仪的话早已名满天下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拜他为师，都被他一一回绝。他说他的画只为自己而做。承志官至巡抚，他的名字成了百姓口中的传奇。他时常会派人送来书信，告知我们他的近况。魏彻与陆恒再也没有了消息，想来他们在江南的小镇过得安稳而平静。这一日，我与薛航坐在庭院中，桂花盛开，满院飘香。永熙带着女儿令仪拿着画卷一同走了过来，小家伙扑到我的怀里，甜甜地喊着外祖母。我抱着他，心中一片柔软。薛航握住我的手，目光温柔道：韩章，你看，这世间的美好都在我们眼前了。我抬头望去，天高云淡，风轻日暖。令仪展开画卷，上面画着我们一家人，画中的我们笑得眉眼弯弯。我看着画卷忍不住笑了。是啊，这世间的美好都在我们眼前了。往后的日子，岁岁年年，朝朝暮暮，我们都会这样幸福地走下去，直到地老天荒。我抱着软乎乎的小外孙女，指尖轻轻拂过她额前的碎发，她咯咯地笑着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够薛航腰间的玉佩。薛航索性解下玉佩，递到他掌心。小家伙攥着玉佩，晃着小短腿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念叨着。令仪将画卷铺在石桌上，指着画中之人，柔声教他道：这是外祖父，这是外祖母，这是母亲，这是小姨。小外孙女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桂花的香气漫过鼻尖，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甜。傍晚时分，朱瑾来报说承志派人送来了家书。我接过信笺，指尖划过熟悉的字迹。信中说他在任上查处了一桩贪墨案，救了数万灾民。陛下龙颜大悦，有意擢升他为户部侍郎。他还说这些年他孑然一身，倒也自在，只是偶尔会想起儿时的事，心中难免怅然。我将信笺折好，放在一旁。承志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终究是他自己挣来的，旁人再如何帮扶，也抵不过他自身的勤勉与正直。入夜后，我与薛航坐在窗前赏月，月光如水，洒在庭院的桂花树上。薛航忽然开口，声音温柔道：韩章，明日我们去城外的栖霞寺吧，听说寺里的银杏黄了，煞是好看。我笑着应下。这些年我们总爱寻些清静的去处，享受2人时光。第2日清晨，我们带着令仪与小外孙女一同往栖霞寺去。马车行至山脚下，我们便弃车步行。山路两旁的银杏树，叶子黄得耀眼，秋风拂过，金黄的银杏叶簌簌落下，铺成了一条金色的小径。小外孙女兴奋地跑在前面，令仪跟在她身后，生怕她摔着。我与薛航并肩走着，手牵着手，步履缓慢。薛航转头看向我，眼中带着笑意道：还记得那年我们在青州的山路上相遇吗？我点头，眼眸中满是温柔道：记得。那日你戴着面纱，画了一幅残荷图，
我站在你身后看了许久，竟舍不得离去。我想起往事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原来缘分早已注定，兜兜转转，终究是他。栖霞寺的方丈与薛航颇有交情，见我们前来，方丈亲自迎了出来。他将我们引至禅房，奉上香茗。小外孙女耐不住性子，拉着令仪去后院喂鸽子。我与薛航坐在禅房里与方丈闲谈。方丈说，近日寺里来了一位香客，日日跪在佛像前诵经。那人衣衫朴素，眉眼间却带着几分熟悉。我心中微动，却并未多问。用过素斋后，我们去后院散步，远远地便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跪在佛像前，是陆恒。他的头发已全然花白，脊背也有些佝偻。魏彻拄着拐杖站在他身后，目光平静。听见脚步声，陆恒缓缓回头，看见我时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站起身，对着我扶了扶身道：“见过王妃。”我颔首示意，语气平淡道：“施主不必多礼。”陆恒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似有话要说，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些年我日日诵经，只盼能赎清当年的罪孽。”魏彻接过话头，声音沙哑道：“当年之事，皆是我的过错，与他无关。若不是我诬陷李尚书，也不会有后来的种种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中并无波澜道：“过去的事早已过去了，你们如今能放下执念，也算圆满。”离开栖霞寺时，夕阳正缓缓落下，晚霞染红了半边天，美得惊心动魄。小外孙女趴在薛航的肩头，早已沉沉睡去。令仪看着天边的晚霞，忽然开口道：“母亲，你说人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我想了想，轻声道：“为了遇见，为了相守，为了不负此生。”薛航握紧我的手，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道：“是啊，不负此生。”回到王府时，已是掌灯时分。永熙带着谢望庭早已候在府中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小外孙女被奶娘抱下去歇息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闲话家常。谢望庭说，她近日得了一方好宴，特地拿来送给令仪。令仪接过砚台，眼中满是欢喜。永熙依偎在谢望庭身边，说起小外孙女近日的趣事，满是欢声笑语，暖意融融。几日后，承志回京赴任，他特地来王府辞行，还带来了一坛陈年的桂花酒。我与薛航留他小酌，席间他说起江南的小镇，说那里的水，那里的桥，那里的人。他说魏彻与陆恒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茶馆，每日煮茶待客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。我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桂花酒道：“如此便好。”承志走后，青州的天气渐渐冷了，庭院里的桂花树叶子落了一地。朱瑾领着下人将落叶扫成一堆，埋在树下。他说这样来年的桂花才能开得更旺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庭院中的景象，心中一片安宁。这日，太后派人送来一封懿旨，说宫中的红梅开了，邀我与薛航一同入宫赏梅。我与薛航收拾妥当，便带着令仪往京城去。入宫后，太后拉着我的手，嘘寒问暖。她看着令仪，连连称赞道：“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有当年你的风范了。”令仪羞涩地低下头，脸颊微红。我们陪着太后在梅园里散步，红梅映着白雪，美得如诗如画。太后忽然叹了口气道：“阿航能娶到你，是他的福气。这些年你们夫妻和睦，儿女双全，真是羡煞旁人。”薛航握着我的手，语气坚定道：“能娶到韩章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。”离开皇宫时已是傍晚，承志后在宫门外说是要送我们一程。马车缓缓行驶在京城的街道上，承志坐在一旁，说起户部的差事。他说户部掌管天下钱粮，责任重大，他定当鞠躬尽瘁，不负陛下所托。我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心中欣慰。承志终究是走出了自己的路。回到青州王府时已是深夜，小外孙女睡得正香，永熙与谢望庭也已歇息。我与薛航坐在庭院中，看着漫天的星辰。薛航忽然开口道：“韩章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到老。”我靠在他的肩头，轻声应了他：“此生有他相伴，有儿女绕膝，有知己相守，便已是人间至幸。”秋风再次拂过庭院，带来了桂花的余香。远处传来几声虫鸣，衬得夜色越发静谧。我闭上眼，感受着薛航掌心的温度。岁月静好，大抵便是这般模样。往后的岁岁年年，朝朝暮暮，我们都会守着这份安稳幸福的走下去，直到青丝变成白发，直到地老天荒。